Hello Hello， 胖妮儿来喽！继续跟胖妮聊剧看人生，订阅胖妮，更新不迷路。接着《梦华录》第2集往下讲，赵盼儿为了宋引章私奔的事，去求杨大人，没想到杨府遭人灭门。赵盼儿从杨府好不容易逃出来，肩上挂着伤，刚走到家门口时，欧阳旭的仆人德叔正在家门口等着他。看见德叔，他小心地询问欧阳旭是不是又没考中。德叔说中了。此时的他心花怒放，因为自己马上就是探花夫人了，准备收拾东西跟着德叔去东京了。可下一秒，德叔吞吞吐吐地告诉他，自己不是来接他去东京的，是欧阳旭派他专程来传话，和赵盼儿退婚，他要娶贤妃赐婚的女子为妻了。和所有被抛弃的女子一样，赵盼儿感觉被人狠狠地击了一拳。他当初救了欧阳旭的命，给他买田买房上户口，为他端茶倒水3年，两人约定欧阳旭一旦告中就娶她。可现在他竟然要抛弃她，3年的付出如水东流，希望也化为泡影。这样的结局，哪个女子不会又气又恨，锥心刺骨呢？但赵盼儿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，伤心归伤心，但她没有被骂和恨遮住双眼。短暂的伤心之后，她立马恢复了清醒。接下来的一系列操作真的很好的诠释了女人分手的正确姿态。首先，再伤心也要保持清醒，勇敢面对现实，保持成年人该有的体面。刚听到这个消息时，赵盼儿也如惊天霹雳，不愿意相信人在突然遭遇巨大变故时有这样的反应是再正常不过的。毕竟曾经海誓山盟过，赵盼儿有过短暂的伤心痛心，甚至被气晕过去，但她没有一直痛哭流涕，哭爹喊娘，抱怨不公，撒泼打滚骂男人。哭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。被抛弃已成事实，不想接受也得接受，至少要去面对这个现实吧。问题是不面对也不行啊。一味的哭闹对有些男人来说可能管用，因为害怕这权衡那可能会回心转意，但对于大部分男人来说，分手是他们深思熟虑权衡利弊的结果。分手一旦从男人嘴里说出，那就是板上钉钉的事，几乎很难有回旋的余地。欧阳旭也一样。所以既然感情到了这一步，与其把自己搞得很难看，不如保持最后的体面，这样可能那个负心汉内心还会多几分愧疚，在分财产时会适当倾斜于你。如果你连他最后对你的负罪感也作没了，可能他会无所顾忌，心想反正已经伤害了你，再伤害一点点也无所谓了。这就是人性啊，人都是自私利己的动物。成年人做事总不能光考虑自己一时爽，也要考虑自己的长期利益，有长线眼光。男人没了，有点利益保障总是好的。得体的分手才是对双方和这段感情最好的尊重。其次，分手时该谈钱一定要谈钱，要让自己利益最大化。伤心过后，赵盼儿一个人坐在湖边发呆。这时德叔来了，说欧阳旭让他送来80斤，算是对他的分手补偿，并以此换回赵盼儿手中的同心佩。换做恋爱脑女生肯定会大声嚷嚷，我看上的不是他的钱，是他的人，不要用金钱来侮辱我，侮辱我们的感情，我不要钱。但赵盼儿没有，他头脑清醒，不哭不闹，思考片刻说80斤太少了，我要500斤。其中也许有情绪的发泄，但更多的是现实的清醒。既然你要跟我一刀两断，那我接受前情两清。你不是要补偿我吗？要给钱吗？那好啊，我接受。但这点钱太少了，不是说借机发泄仇恨，勒索敲诈男方一笔，而是接受他能力范围内能给你的最大补偿。这是一种难得的清醒，这才是聪明的女性分手时该有的姿态。有的女人分手或者离婚，明明是男人先背叛自己，却为了争一口气选择什么都不要，这样显得自己很清高，表明只在乎感情，不在乎金钱，以为这样可以反击男人，让他后悔。我说你是不是傻？他已经不爱你了，你对他来说已经不重要了，他怎么还会在乎你的感受呢？所以财产为什么不要呢？不要怪胖妮市侩，
有时候钱比爱靠得住啊。况且你已经没有爱了，再不要钱，你真的是一无所有。光争一口气有什么用啊？又不是仙气，争到了能当饭吃。你这样是气不到他的，苦的只有你自己。分手的时候，不但要谈钱，还要大大方方的谈，能多得绝不少得。该你的，分文必取。再次，凡事不要被别人牵着鼻子走，你要有自己的判断，并且敢于去验证。看剧的时候，胖妮觉得最让我佩服的是，德叔说明来意后，赵盼儿固然伤心，但并没有马上表明我与欧阳旭此生再无瓜葛，势不两立，而是多长了个心眼。冷静下来后，他首先想的是，欧阳旭会不会是被迫答应皇家的婚事？德叔是不是被贤妃他们收买了，或者被威逼利诱，背着欧阳旭来拆散他们？而欧阳旭并不知情。虽然这样想的底层逻辑是他信任欧阳旭，信任他们之间的爱情，还有点不甘心，但胖妮还是很佩服赵盼儿有这种思辨能力。这样的女孩子很有头脑，不容易被人骗，被人牵着鼻子走。如果你和我抬杠，那他还不是被欧阳旭骗了？我只想说，欧阳旭做出那样的选择是有复杂的原因的，是权衡利弊的结果，这不是赵盼儿能控制得了的。就事论事，赵盼儿在感情中还是非常有头脑的。所以后来赵盼儿为了证实德叔说的话，她决定亲自上京找欧阳旭询问。这样的女人聪明果敢，头脑清醒，即使被抛弃也要弄清事实真相，给自己一个实实在在的交代，让自己彻底死心，而不是听信别人的一面之词。即使在感情里吃亏，也不会吃大亏。最后，女人要把视线从男人身上拿开，投资自己，搞事业才是王道。后来证实了欧阳旭抛弃自己另娶的想法，赵盼儿接受了现实，并开始和好姐妹搞事业，三个女人事业做得风生水起。当然，赵盼儿最后还遇见了顾千帆这样中意的男子。怎么说呢？我们女人的一大弱点就是总想着栽培男人，视线老在男人身上，哪怕牺牲自己也要成全男人，以为他成功了，就是我们自己成功了。无数的血泪事实告诉我们，这样做的风险很大啊。我们最不能控制的就是人心啊。到头来他是崛起了，自己却被抛弃了，倒下了，只落一声叹息。所以我们应该把视线收回来，与其栽培男人，不如栽培自己。女同胞们，我们自己也不差啊，投资自己才是最可靠的。谁都靠不住，男人更靠不住。还有一点，其实我们在说男人靠不住的时候，其实自己也犯了一个错，那就是我们一开始就不应该有靠男人的想法，这才是问题的关键。好了，本期的影片就到这里。喜欢胖妮，辛苦给影片点赞，订阅胖妮，下期更精彩。